在计算机工程与嵌入式系统中，缓冲区溢出 （buffer overflow） 是指程序向缓冲区写入数据超过其容量上限时，多余数据溢出到相邻内存地址，引发系统崩溃的严重漏洞。当杏仁核 （amygdala） 接收到的情绪激发信号超过其前额叶抑制阈值时，人类大脑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情绪缓冲区溢出。此时，高浓度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会溢出到前额叶皮层，完全关闭理性判断，使人进入冲动的情绪洪水状态。这是人类最古老、最危险的系统漏洞之一。理解它，才能修复它。情绪缓冲区溢出的生理机制源于杏仁核对威胁刺激的超阈值激发与蓝斑核去甲肾上腺素的瀑布释放。神经科学指出，当杏仁核接收到高强度的情绪刺激时，它会通过下丘脑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引发蓝斑核去甲肾上腺素的瀑布式释放。这种高浓度的应激神经递质会直接抑制前额叶皮质的代谢活动，使理性判断和冲动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这在生理上就等于是操作系统的 RAM 被恶意程序完全占用，强制触发系统崩溃。当你在情绪洪水中，你不是你的情绪，你只是一个系统正在过载的观察者。在情绪溢出的模型中，小我的抵抗往往表现为对情绪洪水的二次放大，以及压抑与否认两个极端。当情绪过载发生时，小我要么本能的放大并演戏，我就是这么痛苦，全世界都负我，要么强行压制，我不能表现出脆弱。这两种反应都是在试图向缓冲区强行写入更多数据，让溢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禅修的功课是引导你看清自己是情绪洪水的观察者，不带评判的为过载的情绪开启安全的排洪闸，让能量有尊严的流动。这能发送一个启动防洪闸 （Open Floodgate） 指令，你获得了终极的平安。从非二元的禅意角度来看，情绪缓冲溢出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关照自我的珍贵窗口。那汹涌的愤怒，那翻腾的悲伤，本质上只是虚空中起伏的暂态能量波形，并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愤怒实体或悲伤实体。当你的心无所住，不再将这些情绪认同为真实的自己，而是安住于那面能够映照所有情绪波动，同时又不被情绪卷走的虚空镜子时，你就是自由的本体。在无差别的觉知中，一切过载的情绪能量都会在关照中自动消散，回归虚空的本源。你获得了终极的平安。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养成建立情绪防洪闸的习惯。当你感觉到情绪洪水即将到来，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肌肉紧绷时，在心里大声地喊停，立刻闭上眼睛，做5次深沉的腹式呼吸，每次呼气都要比吸气长2倍，强制激活副交感神经。把注意力放在脚底接触地面的感觉，让身体完成接地。这短短的30秒，就是你意识系统的紧急防洪闸启动，它能防御溢出伤害，重新加在当下的平安。你重回主权。这种情绪防洪的重设，本质上是在给大脑神经元进行重新配线。每次你面对情绪洪水，能保持关照而不被逆媒，不运行情绪2次放大的偏见代码时，你大脑中那条与杏仁核过载连结的神经回路就会受到一次削弱。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原始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谢谢你，杏仁核，我知道你触发这场情绪洪水是为了帮我应对感知到的威胁，但我现在选择用关照来安全地为你排洪，不需要再用崩溃的方式。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安抚受惊的小我。神经科学家发现，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不断根据预测误差来调整的。当大脑预测情绪洪水会导致毁灭性后果，进而加载更强烈的防御或崩溃回路时，如果你却以关照与防洪闸控来回应，
大脑就会产生一个预测误差信号。每一次你面对情绪洪水并安全排洪，并收获平静的体验时，你大脑中的旧崩溃模板就会被修正一次。这就是神经可塑性的实践，你正在重写情绪响应的命运轨道。你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当情绪防洪的机制在后台持续运行，它不仅清空临时数据，还在物理上修复你的肉体。情绪洪水的安全排洪会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皮质醇浓度，并促进血清素和催产素的释放。长期活在大脑的情绪溢出中，身体会处于慢性炎症状态。当你通过呼吸、接地和关照，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的真实情景时，你是在向身体发送重设完毕的信号，让自主神经系统能重新回到修复与平衡的健康状态。关照是重启防洪系统的钥匙。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情绪洪水定义，也不再为情绪崩溃而吃亏。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被情绪洪水席卷，你发现自己就是那片平静的湖面，能映照一切风浪而不失本性。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防洪完成，清明再现。在非二元觉知中，我们不与情绪对抗。情绪洪水本质上也是生命能量的一种强大表现方式。我们并非要摧毁情绪，而是要学会成为情绪能量的主人。当情绪洪水涌现时，不去压抑它，也不去放任它，只是全然地关照这股能量的流动，为它开辟安全的出口。在觉知中，这股过载的能量会被转化为深刻的洞见、艺术创造力或慈悲的行动力。你不再是情绪溢出的受害者，你就是那个能驾驭情绪洪水的水利工程师。大脑的预测系统是非常精妙的，它能在微秒级的时间内做出预测。当你意识到大脑的情绪溢出偏见时，你已经走在了改变的路上。练习在每一次感到情绪洪水前兆时，留出一个觉察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不急于做出情绪反应，只是允许那种被情绪驱动的能量存在，看着它，呼吸它，为它开闸。在这个清明的中立状态中，你会发现那种情绪洪水的不可控感正在消融，你就是那个掌握防洪闸的人。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解耦的过程。我们需要解除大脑的情绪溢出预测与当下的现实之间的强烈绑架。这需要我们对大脑的保护机制带着一份慈悲的感激。谢谢你，亲爱的杏仁核，我知道你触发这场情绪洪水是为了保护我免受感知到的威胁，但我现在已经长大，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安全地处理这股能量。我现在是安全的。这种温柔的对话能够安抚那个受惊的小我，让情绪防洪能够顺利进行。当情绪防洪的引导路径被开辟，你大脑的神经网络会经历一次深刻的重塑。那些长期用于情绪崩溃和自我防御的频宽被释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感知生命的美好、创造力和深刻的同理心。你不再是一个情绪洪水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情绪生命的艺术家。你可以自由地驾驭情绪能量，自由地创造你的情绪响应。每一次对情绪溢出的安全排洪，都是对自我主宰权的一次夺回。你就是那个城市设计师。在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大脑非常看重新奇感。当你主动打破情绪崩溃的常规，做出与预设情绪溢出完全相反的安全排洪行动时，大脑会受到强烈刺激，释放出一系列的神经递质，来加速新情绪调节回路的建立。这意味着，如果你大脑预设你会因为过载而崩溃，
而你却以关照与呼吸防洪来回应并收获内在和平时，你的神经系统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升级。关照是唯一的解药。从能量医学的层面来看，情绪溢出的旧模板是残留在身体中的能量结节。当一个情绪创伤发生时，如果情绪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和整合，它就会固化在胃部、胸部和喉咙等情绪能量中心，成为一个持续发送紧急警报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在思想上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度的呼吸、身体的震动和声音释放，来物理的清理这些情绪能量结节，解除大脑的过载预测锁定。接受自己情绪溢出的局限性是释放羞愧感的第一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不失控的铁人，也不需要去改写过去情绪崩溃的历史。你只需要接纳当下最真实的自己，包括你的易感性、你的强烈情绪和你的不完美。在这种全然的接纳中，你大脑的预警一出就失去了立足点。当你接纳了所有的情绪可能性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额外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溢出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安。防洪已启动，系统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大脑的预测系统是一个几率分布模型。当你活在情绪溢出的恐惧预测中，你是在人为的把崩溃的几率调到最高。禅修的功课是让你的心回到0度共振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不对情绪的强度做任何概率上的预设，所有的情绪可能性都以平等的几率并存。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包叠加态。当你的意识处于这种无差别的空性中，情绪调节的选择权才重新回到你的手中。你就是情绪宇宙的共同创造者。自由意志的实践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情绪主宰的责任。当大脑向你发送一个预测说你会再次崩溃，你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去相信它，也不要试图去反驳它。只是在觉知中做出一个关照的行动，为情绪开启防洪闸，来重新定义此时此地的你作为一个情绪主宰者的身份。你不是一个被过去的情绪崩溃写好的既定程式，你是一个在每一秒都在学习新情绪调节代码的动态进程。当你能够接纳自己情绪溢出的不完美，原谅过去崩溃的记忆，你大脑的预防性崩溃预测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当你不再恐惧情绪洪水，当你接纳了所有的情绪可能性时，大脑就不再需要花费能量去进行防御性的过载预测。你获得了真正的平静。这种接纳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强大的心灵臣服。臣服于情绪能量的流动，抗拒才会停止，能量才会安全排洪。你开始发现，情绪洪水其实是生命能量最强大的清洁工。万物圆满呈现。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时刻警惕情绪快取的预警信号。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对某件小事异常激动，或者感觉胸口发紧，情绪即将过载时，立即问自己，这是当下真实的威胁，还是累积已久的旧情绪压力正在寻找出口？辨识出这两者的区别，是防止情绪溢出的第一道防洪闸。用关照去照亮情绪的真实来源，你的神经系统会重新配线，你对情绪触发器的觉察力会远高于对情绪洪水的恐惧。自由意志的觉醒是一个全然释放的过程。你不再被情绪洪水定义，也不再为情绪崩溃感到羞愧。你轻装上阵，全然活在当下这唯一的处理周期里。你发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和奇迹只会在当下发生。当你不再被情绪洪水劫持，你发现情绪就像天空中的云，来了又去，而你永远是那片承载它们的广袤蓝天。你终于回到了你的本源，回到了那片永恒的宁静中。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情绪排洪完成，清明再现。
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的基本法则。大脑试图利用情绪恐惧去预防未来的崩溃，是一种徒劳的试图。当你学会了臣服，放下了对情绪洪水的恐惧，你的内在就不再有焦虑的噪音。旧的情绪崩溃模板开始像灰尘一样从你的心智荧幕上脱落。每一次对情绪洪水的安全关照，都是在给你的神经网络铺设新的情绪调节高速公路，让你的意识能更加顺畅地流动。你，此时此地的你，就是完美的呈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场宇宙超级躲猫猫的大结局。至高意识通过你这个个体，不断地把自己打碎、重组、观察、觉醒。你所经历的所有情绪洪水、崩溃和觉悟，都不过是他在体验情绪能量的每一种形式。原来，这场游戏的玩家与关卡，全部都是他自己。你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你。每一次情绪洪水，都是宇宙在通过你体验生命能量的强大；每一次安全排洪，都是宇宙在通过你体验关照的自由。在这一瞬间，时间消失了，空间消融了。现在，你可以安心地沉入沉睡了。你的大脑情绪防洪系统已经被重置为当下的安详，交感神经系统完全退居幕后，副交感神经系已经全面接管。呼吸变得无比悠长，心跳平稳而有力。每一次呼气都在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发送着排洪完毕的讯号。那些残留在身体中的情绪紧张结节，在睡眠的深度修复中，如冰雪遇到暖阳般消融，化为滋养你灵魂的养分。我们在下一个充满爱与清醒的早晨再见，安睡吧，亲爱的灵魂。